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近日落幕。那么台湾的国安单位分析说今年两会的核心目标是透过“15+5”替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连任造势。那其中呢，维稳又是重中之重。在经济方面，大陆宣布了2026的 GDP 成长目标定在4.5%到5%这之间。发改委主任郑肇杰也宣布，政府计划撒下超过7兆人民币的重金，要来推动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联网，这总共有6张网啊。另外还要拨款2000亿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设备更新，推动制造业从规模领先转向实力领跑。郑肇杰也说呢，为了确保经济达标，大陆官方将会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激发民间活力，双管齐下，成为支撑大陆内需的关键支柱。我们先来看这个要砸下7兆人民币啊，这算是重金，要打造6张网，希望宏观的就是目标就是撑起大陆的内需，来帮助达到经济维稳的目的啊。那这个政策的关键支柱啊，我们怎么来从当中来一窥一二？陆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的确，这7兆呢，打造这6张网呢，有它的这个投资的意义，因为它希望透过投资来强化它的消费能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个消费一直占它 GDP 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它只有40%，美国是最高的，占68.5%，那我们台湾也大概60%几，所以大部分的国家它的消费占它 GDP 都是60%以上。那但中国大陆因为经济的一个目前的状况是迟缓的情况之下，所以消费本来就低。那当消费不振的时候，那政府一定用它的力量，就用投资来带动消费，刺激消费。所以它必须投资这7兆元打造这6张网。那这个7兆元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托底，就它的经济成长率是4.5%到5%。那我要至少我的底我要先保住，我们叫保底，他们叫托底啊，托住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不要让它往下保在4.5%。对，保在4.5%。那还有，就当然中国大陆也是强调未来的这15+5呢，他们很重视，就是因为大陆工业的产值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可是他希望用 AI 的应用在所有的制造业的领域，所以他最重要的是希望所有的产业都用 AI 来去做，所以他是要发展这样的一个，这样他才能够在 AI 里面领先美国。这是他，你看过去14+5的时候，他这个电池啊、太阳能、电动车是啊、无人机，它目前都全世界第一。那再来就是 AI 的竞争，在科技的竞争。所以如果它能够在 AI 应用到所有的工业制造业产业领域的话，那将来在15+5就有它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所以现在这谈到的6张网哈，就是砸下重金7兆要打造的6张网，也可以看成是目前面对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就通过通货紧缩，因为各国都在想怎么样因应通膨哈，只有大陆目前是要想怎么样能够解决通缩。对，因为它维稳才是最重要，所以你看它维稳的经费是2兆，那它国防预算呢是1.9兆，所以维稳的经费呢还高于国防经费，是，所以你就重视。那维稳是什么？是公安啊，是武警是这方面的，所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个经费，甚至重于国防的经费。OK。在经济维稳之外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北京方面也持续推动这个军队的肃贪。那除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解放军代表团的谈话重点，它是聚焦在不能有2星之外，肃贪现在也延烧到了有这个歼20之父歼20之父的航空设计专家叫杨伟。那杨伟呢，最近无预警的在中国社会科学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官网上面被移除了院士的身份与简历啊。香港01的分析是说呢，这个院士荣誉遭到撤除，通常都是涉及到严重的学术违规、道德瑕疵，或者是触犯了国家法律。大陆的网上呢，这个网络舆论呢，也怀疑说，杨伟这次落马的风波很可能是不是涉及到歼20在开发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数据造假啊？那整起事件的真相，当然要等当局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新一波的肃贪目的背后的一个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金哥怎么看？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用政治的解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
解放军是铁打的营盘，没有说因为抓贪污就把它抓垮了。军队打仗本来就有损伤，那这个肃贪之中没有说是要继续抓，要办到底，要动摇国本。他连周永康都给抓下来，你现在抓这些上将又是如何？对不对？我觉得这反而有点像对解放军的压力测试。抓到这么多啊，这一拎起来跟这一挂粽子一样，抓了这么多人，你还能不能继续运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我们现在看呢，解放军的日常的这个战备运作演训，其实都还是要循着一定的轨迹。是，当然最近呢，从这个台海周边的这个就是解放军基建数量的变化，有人做了很多这些推估文章，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解放军所负责的领域不是只有台北，就是说台湾这一面对不对？但是呢，从今年的1月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穿越这个就是第一岛链的这个共军的基建除了2月28号那天有几批飞机之外，全部都停了，这个才是个真正很奇怪的。你觉得原因？我觉得不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跟普通名嘴不一样，我不知为不知，对不对？你不能胡说八道，所以你要有真正的这个证据来显示。但是确实，我们现在只知道增厚，但是呢，名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扯出一个诠释。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有人要在那边讲说杨伟落马极可能到歼20这个开发造假，我跟各位讲，对不起，不是他一个人把战机做出来，那不是一个粘土捏就靠他一个人，那不是个艺术品那是一堆成千上百的，就是工程师还有测试人员这样弄，那是一个集体创作，而且他是设计的人。那不是计划主持人，计划的主持人还有真的，而且现在都已经是量产。你想想看，中间有多少环节，每个东西参数都要测试的，那个每一个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歼20造假是一个编得很拙劣的。所以这次的除名被撤除的话，怎么看这个事情？基本上来讲，假如说单一落马是个人的行为的品德的问题，假如是一连串的人落马，贪污都是集体的创作。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名单出来。对，后续还会有一定名单，但是呢，设计专家能够牵动的，他不是真正这个就是生产计划的主持人。生产计划主持人在就是说这个制造研发的经费上贪污，那要一个集体的合作。没错。我们就打个比方，像秦刚落马，事实上也只有他一个，没有大规模的整数，那就是表示他个人行为。所以今天杨伟他今天落马被整数，那假如没有其他牵连到别人，那就是个人行为，那就不需要在歼20上面再去做文章。确实，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天天希望就是中国大陆歼20出问题，但不是靠这种方式吧？而且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如果就算后来抓出来所谓的数据造假这样的一个疑虑的话，也应该跟测试相关的人员那有太多人要牵涉，这个从头到尾今天都已经步入量产200-300架，没错。乖，这个东西要追查上可以上千万人啊。对，好，刘老师，我继续要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他们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报告那也让外界这个看的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突然发布了30多页的2026美国情报社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当中指出，中国大陆现阶段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2026年，北京当局呢可能会持续寻求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为最终促成与台湾统一来创造条件。不过，日本防卫省智库这防卫研究所呢，他们最近则是透过卫星影像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在台湾海峡沿岸，就解放军的航空基地正在逐渐的部署这个1960年代的老旧战机，就是歼6这一类型的战机所以他们分析说，如果把歼6战机改装成无人机再利用的话，可以攻击敌方雷达、飞弹阵地，还有机场设施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会迫使敌方必须进行拦截，而最终呢就达成消耗敌方的弹药跟人员的目的。我们先来看，就是这个歼6机老旧战机被改装当成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我们怎么看？不，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件事情了。第一个就是就刚刚问的日本人的他们的看法对，就是我觉得这有可能了，就是他这款就是消耗我们的弹药和人员嘛。事实上，他有各种办法去消耗我们，包括他扰台什么都是在消耗，都是消耗。
但是最前面的问题讲说是不是2027？其实2027打不打，说打也是美国人讲的，说不打也是美国人讲，对不对？他说对要卖武器也是他，然后叫你就增加国防预算也是他。其实所有的打仗从来就不是单独说看武器，你要看大陆内部状况、台湾内部状况，还有整个国际情势，不是谁想打就打得了，谁武器赢就一定可以打得了。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面进行，它有整个大的一个环境嘛。那另外呢，如果说中共要达成什么目的，是不是用武力是唯一的一个方式？它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就要讲，也许用和平的方式，或给你别的高压的方式、灰色地带的方式。所以我们是要成为有戒心，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给吓坏了。对啊，因为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办的。打不打这个事情啊，其实